请所有市民马上放下手中事情，立刻返回家中隔离，并且关好门窗。我市出现大量不明生物。怎么回事？上一刻，他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婆用锯子取了他的一条腿，他的孙子为了好玩，竟用江林正的一只眼弄瞎。那种绝望，那种恐惧，那种无奈。他瞥到墙上的挂历，2022年7月15日，我重生了！觉醒无限复制系统，任何物质都可无限复制，同时附带无限系统空间。新手礼包 SSS 极品质，夫妻1瓶。在末世，物资是最重要的。有多少人为了一碗米饭互相残害？林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他为了省钱，囤了几十箱泡面，在被得知后，邻居通过手段诱骗林正出门，不仅将他的泡面哄抢一空，最后连自己也被他们分而食之。系统还将起因告知了他。人们将这种气体称之为雾气，而有的人则因无法适应雾气，就会变成没得感情的绿脸。这些绿脸像得了狂犬病一样到处咬人。林正取出雾气，先复制了一次，果然变成了2瓶，再复制一次，变成了4瓶，以此类推，一共复制了20次。他拿出10几瓶，一次将其吸收殆尽，瞬间感觉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进化变强。一次吸收10几瓶雾气，已经是身体的极限了。现在要好好稳固一下，才能进行下一次吸收。突然门铃声响起，林正愣了一会，猛地后退，不过他随即反应过来，忘了现在还不是末世，不用那么紧张。与此同时，门也开了，是被人猛地推开的。出现在林正面前的正是他的邻居马老太，还有他的孙子赵强。干嘛？现在还不能嘎他们？要是自己被叔叔带到判了刑，那一切都完了。林正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跟我老太婆摆什么脸色？有屁就放！来我家干什么？你家长没教你要尊敬老人吗？你的这是什么话？而且就你那样还想闻我这个小仙女的屁？我问你，你在房间大喊大叫什么？吵到我孙子学习了。还有，你家网怎么断了？我孙子正在上网课呢，要是考不上华清大学，你负责。马老太的孙子赵强已经偷偷溜进了房间，拿起桌上的一块巧克力就要打开吃。呀灭爹，这可是我好几个月才舍得吃一次的奢侈零食，怎么可能便宜那小子？林正见状，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巧克力。奶奶，这有坏人抢我的巧克力，你快来打他！林正，你个畜生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他还只是个孩子啊！林正，你要干嘛？还要打我老太婆不成？老登，你猜对了。老太婆，你自己平时半夜在楼下跳广场舞，那音响不吵吗？我那是锻炼身体，延年益寿，对我们老年人有好处的。你们年轻人就不能忍忍吗？你活多久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自己安的网线，想断就断，你管得着吗？对了，还有你孙子那个星星，还考华清大学，烤地瓜都没他的份。闭崽子，你以后要是再敢动我东西，我就把你的牛割了。紧接着，林正从手机中找出一张照片，是马老太和李老头进宾馆时的画面。敢找我麻烦，我就把照片在我们区群来回滚动发送，让别人知道你个老不休的。赵强好奇，刚想凑着猪头就要往林正的手机上看，马老太赶紧一把拉走他。林正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儿子回来，我立马就叫他弄塌你。突然屏幕弹出一条广告，借钱困难就找钱满，钱满您的个人银行管家。对了，可以撸他们，管他们正不正经，逮着一个撸一个，直到撸不出来为止。还有手机上的借米、草贝、米贝，统统试一遍。反正下个月末日就要来了，借到就是赚到。先生您好，是要借米吗？我们平台正规合法，都是被过案的，你可放心借米。对，最多能借多少？我急需要米，不管利息高低。先生，我们平台凭个人信息最多可借款30万，月利息只有15%，真的很低的。一个月就要还4万5的利息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的呀？太少了，不管利息，最多的话还能不能多借一点？先生，确实还可以多借，最多可借50万，月利息20%，您看怎么样？可以，就借50万。好的，先生，马上为您办理。你还别说，这些公司效率就是快，不到5分钟，50万就打入了他的卡内。搞了一上午，林正总共录了50多个借贷平台，最后一看自己的账户居然有500多万了。现在有了钱，得赶紧囤一些生活物资了。吃过前世的亏，这是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。林正在郊外租了个破仓库，一个月2000块钱。您好，沃尔玛超市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我要买你们超市所有的东西，但每样东西只要1件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先生，您等一会，我去找经理来跟您聊。先生，您是要我们超市所有的货物，但每样货物只要1件是吗？是的。先生，每样买1件的话要340多万，你这边要是确定的话，可以先付100万定金，我们清点完货物，下午就可以给您送来。没问题，你们下午就把货物送到西郊芳华路300号那个大仓库里。这钱可真是不经花啊，看来还得想办法多搞钱。
在此之前，林正想先去自己的系统空间，看看到时候如何摆放这些物资。这里一片虚无，无边无际，有点像悬浮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唯一的显着的东西就是一条红线。系统，这条红线是什么？红线右边的区域时间流速为0，左边的区域可使时间流速加快。之前还在想如何解决食物变质的问题，这下好了，只要将食物放在红线右边的区域就可以。出系统空间之后，林正老远就看到好几辆大货车停在仓库旁边，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站在最前面的货车旁。林先生，您看这些货给您放在哪？就放在这个仓库里吧。好的，林先生，您看剩下的货款，咱是不是先结一下？林正立马拿起手机，朝之前那个账号打了250万。林先生，和您做生意真痛快。很快，工人们就把好几个大货车的货物摆放在仓库里了，分类的摆好，这倒省得林正自己去整理了。那林先生，我们就走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合作。林正在仓库中来回跑动，跑了好几圈才将所有的物品收进系统空间，也都是放在右边区域。现在还不急着复制，等以后要用的时候，用一键就复制几次，这样就永远用不完了。接着林正先去了趟家禽市场，各种家禽都摸了个遍，然后到各种高级饭店里去。老板，我不吃饭，我就站在出仓口，每样菜我就摸一下碗，给你2万块钱怎么样？老板虽然很疑惑，但有钱不赚是傻瓜，基本都同意了林正的做法。就这样，林正几乎把所有能见到的饭店的菜都复制了一份。突然，林正想起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能源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。林正先去加油站买了1桶98汽油，旧的1桶就花了1000块钱，然后又去卖发电机的商店，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、电池，甚至是充电宝都复制了一份。疯狂复制了一天的林正，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，他取出一瓶雾气，一口炫完，浑身的疲惫感瞬间一扫而空。他想要试一试自己的身体硬到什么程度了，对着墙壁挥出一拳，直接将墙壁轰出一个裂坑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敲门。难道又是那个老太婆？进来是自己的大伯和大伯母，直接走进客厅，坐在了沙发上，俨然一副主人模样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林正，自从你父母去世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我们在照顾你。有什么事就说，不要拐弯抹角了。你堂哥结婚需要一套婚房，你先把这套房子腾出来，等婚结完我们就还给你，这不为难你吧？这是你问我老婆了，这个家我做不了主。你不是还没有结婚吗？去哪要的老婆？那就是这件事情没得谈了。林正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们照顾你这么多年，只是借用一下的房子，又不是不还你了，你对得起我和你大伯吗？我不借就是不借，没事的话就给我出去，我要休息了。林正，你说不借就不借，我是你大伯，就是你半个父亲，我已经决定，你先搬出去，等你堂哥婚结完了，你再回来，是不是连我的话也不管用了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你个不孝子！我提醒你们一下，我就要把这房子卖给别人了，这房子起码值500多万，我100万就卖出，应该有很多人要吧？什么？这是我弟留给我的房子，你敢卖？我自己的房子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反正你也要卖，就卖给我们呗，100万，我们明天就把钱给你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只要你们给钱，房子就是你们的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筹钱。林先生，你来了，请坐。林正点点头，并没有坐下，而是眼巴巴的看着桌上的美食，然后围着大桌转了一圈，每个菜都摸了一把。他在干嘛？老板，这些有钱人可能都有点奇怪的癖好吧？摸完桌上所有的菜后，林正才坐下来。林先生，您确定有1000辆豪车要以100万1辆的价格出售吗？对，都是亏本卖的。您这些车没有证件，您可以跟我说说来源吗？您放心，我这人做生意不管来源，我就好奇问问。你放心，不是偷的、抢的，也不是仿造，绝对正品。至于怎么来的，你就别管，你就说你要不要吧。要！我方建华做生意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碰到林先生这么爽快的人。对了，你们除了收车，还收黄金、玉石之类的东西。林先生还有这些东西的路子，收都收。林先生有多少我收多少。你确定？我旗下的公司不大，但是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。您有多少黄金玉石？你有多少家产，我就有多少黄金玉石。林先生真是深藏不露呀。好，那我就先要10亿的。接着，林正就带着2人来到仓库处。林正之前就已经将车复制好，摆放在仓库里面了。你尽快把这些车弄走，我这仓库还要用呢。好，给我1个小时，保证全部开走。对了，你有办法搞到标标吗？我可是遵纪守法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玩意？你要是遵纪守法，会收没有证的车吗？这我不买，我就喜欢摸摸标标而已。你要是能帮我找到卖这个的人，我送你20辆豪车，外加100斤黄金珠宝，怎么样？林先生，这边请，我这就带您去看家伙。你小子居然敢带叔叔来我这？没有太叔，他是来看 biu 的。他就是叔叔，给我打他！老小子，你是不是找打？活子，好身手！林先生，这是太叔的规矩，凡是来买装备的都要先经过这道考验，你的表现已经通过考验了。活子，要买什么装备？
我不买，我就参观一下，参观的费用每小时300万，怎么样？好，你太叔我今就破例一次，让你参观参观我的军火库。在太叔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大房间，里面挂着了各种各样的枪械。这300万花的太值了。太叔，那是什么？我从美利国搞来的无人轰炸机，100万美金一架。林正走了过去，摸了一下，系统空间中瞬间出现一架一模一样的无人轰炸机。接下来，林正又把所有的枪摸了个遍。太叔，那我就告辞了。以后要是有什么新武器，记得告诉我，价格不变。好好好，一定告诉你。这下武器的问题也解决了，那就还有最后一样东西了，安全屋。哎，阿正，你怎么在这？前世这女人也参与分食自己，而且自己也早就被她绿了。卖房呀？卖了多少钱？300万。林正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你那套房子至少值500万，你300万就卖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你以为我看上你什么？我就是看上你有套房子，不然我会和你处对象吗？你要是想娶我，就要300万的彩礼，不然我们就分手吧。傻逼，真他妈让人下头啊！300万彩礼，真当自己是仙女了。算了，懒得和这臭拜金女计较，先去整点药。末世怎么能缺少药物呢？林正把所有的药都摸了一遍，复制了一份到系统空间。这人有毛病吧？每种药都要摸一下。随后便直奔安全屋公司。先生您好，我叫吴元山，请问您是要打造安全屋吗？我想打造一个长100多米、宽20多米的安全屋，要多少呢？这么大的安全屋也没有人打造过，保守估计15亿。我给你20亿，要求就是一定在20天内完成，还有一些设计要求，怎么样？先生，我接下这个挑战，不过由于前期购买材料需要大量费用，您要先支付10亿的定金。没问题。太爽快了吧，10亿没有丝毫犹豫，就像花了几十块钱一样轻松。这个年轻人究竟多有钱？那先生，您的设计要求是什么？您可以先说，到时我在设计之处将其考虑进去，有利于后期的实施。接着，林正就向他具体描述了自己的安全屋里外设计要求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布置陷阱。这哪里是安全屋，这分明就是一个屠宰场呀！林正走在人行道上思考着，还需要囤积什么物资？貌似该囤积地都囤积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复制1万件不同品种的物资，奖励全球监视器功能。该功能可让宿主查看全球任意地点的画面，还可以保存下来，直接发送到宿主的手机上。卧槽，这相当于开了天眼呀！请宿主输入指定地点，或选择随机打开。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，那就随机吧。这个是你想看的吧？哪是什么随机？还有20天就要到末世了，身上还有10亿左右。突然，林正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打来的正是方老板。林老板，你那里还有没有豪车和黄金珠宝？有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我要20个亿，一会交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正便被电话吵醒。林正，你不是把房子卖给我吗？怎么转手又卖给其他人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大伯，我忘记了。你搞什么？你堂哥今天结婚，现在有一伙人硬说房子是他们的，要把我们赶出去。对方还掏出来房本。人家有房本，那房子当然是人家的了，你们快点走就是了。那我的100万呢？你还给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大伯，我现在在夏威夷度假，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去再。你居然跑去度假了，你快给我回来，看我不把你腿打断，拿着老子的钱在外面逍遥快活，你真该死啊！喂，说话呀，大伯，我听不见啊，我这信号不好，就先挂了。而林大德这边，几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正在驱赶他俩夫妇。兄弟，这是个误会，今天我儿子结婚，你看能不能帮忙，我明天就把房子退给你。你儿子结婚关我毛事，快点给老子滚，不然打嘎你，老东西。林正，等你回来，看我怎么弄死你！明天就是末世了，全球各地几乎会毫无征兆的出现大批绿脸，身体的敏捷度和强度与常人无异，但有一点，他们几乎不会累，所以绝大部分人都不太能逃得过他们的追捕，从而成为他们的口粮。刚回到江同事，就接到了吴元山打来的电话，是让他去验收。到那一看，忍不住眼前一亮，在破败的仓库里面是一个蓝色金属外壳，外面还套了电网，看上去科技感满满，这些都是用几十厘米厚的合金板打造而成，就算是导弹也轰不开。林先生，你看打造的怎么样？不愧是给全国首富打造过安全屋的，我很满意。林先生过奖了。可是他有一处致命的缺陷。这么可能？这20天我可是夜以继日的工作，为此我还向世界顶尖专家请教，这么可能还有缺陷？对这个安全屋最熟悉的人非你莫属了吧？如果你想攻入这个安全屋，想必也是轻而易举吧？我们是有职业道德操守的，干完这笔，我就拿着钱去国外隐居，从此消失。只要你还活着，那一切皆有可能。只有你嘎了，我才放心。这下最后一个威胁也去除了。就在这时，林大德打来电话：畜生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我现在命令你到我家来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一进屋，林大德一家人一言不发，气氛一触即发。林正，你个没人性的东西，还亏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把房子卖给我们，转手又去卖给别人，这是你要是不给我们的说法，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。你不会以为我稀罕你这关系？
林正的堂哥林飞见状就要上前打林正。我曹着牛马，平常才4只蚂蚁都困难，怎么现在把我当蛤蟆甩了？长本事了是吧？还要打你堂哥？你这么有本事，你去打抢我们房子的那些人呀！林正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赔你们钱呗，还能怎么办？你们之前给我的100万，我再给你们200万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嗨，都是一家人，什么钱不钱的，还没吃饭吧？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。我信你个鬼哦，你坏得很。林正将转账据拿出来给他看，收款人正是林大德，汇款金额300万。老婆子，床底下有一条腊肉，拿出来吃了。今天我要和我的好事喝一杯。吃饭就不用了，把你们家的吃的喝的都给我吧，我懒得去买了。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你看看家里有什么都拿走。最后，林正把林大德一家所有的物资都带走了，而他的转账是一个延迟转账。林正走在路上，突然感觉阴风阵阵，空气中出现一股奇怪而熟悉的味道。是雾气，这雾气很稀薄，浓度只能引诱人变成绿脸。远远的，林正好像看见一个人坐在地上，好像在摆弄着什么。末世是提前了吗？没一会，警察就赶来，把绿脸男击毙了。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，那绿脸被击毙的时候，飞溅出来的绿幕飘到了围观路人和警察的嘴里。末世越来越近了，得快点回到安全屋了。他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，不过有一个年轻人上前去扶起了那个老人，老人却一把抓住年轻饶肩膀。被咬的年轻人不到1分钟，以一种极其潇洒的姿势站了起来，脸变成绿色的，下一秒他就疯狂冲向人群，见人就咬。突然，林正走着走着，一个女绿脸从旁边的树丛里跳出来，看到林正，她像发了情的母狗一样就冲了上来。林正当即从系统空间中抽出棍子，对着女绿脸就是一棒，棍子直接镶在她的头上了，女绿脸当即就向后倒去。她穿的是包臀裙，还正对着林正倒下。他妈的，眼睛脏了！然后他又从系统空间取出一把手枪，握在手上，那些企图靠近他的绿脸都被他一枪爆头。他四处张望，看到不远处一群丧尸围在一起，好像在攻击某个动物。下一秒，一只公狗飞扑而起，将一只绿脸扑在身下，疯狂撕咬，竟一口将那绿脸的头给扯了下来。全球变异，不仅是人类，一些动物、植物，甚至是物品都发生了突变。那只金毛就飞升到另一只绿脸，伸出爪子在绿脸的肚子上一划，瞬间就画出一个血盆大口。但那丧尸却并没有丧失行动能力，挣扎着还想要爬起来。那只公狗一口咬住那绿脸的头，然后硬生生扯了下来。这只公狗居然一下就发现了他们的弱点，就是要攻击他们的头部。这是一只万中无一开始产生智慧的动物。慢慢的，它的体力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可它却死死的撑着，不愿倒下。数十只丧尸顿了一会，然后同时朝公狗扑了上去。眼看公狗就要惨遭毒手，林正出手了，他在1秒之内连开9枪，9只绿脸应声倒地。愣着干嘛？快来帮忙！公狗顿时就感觉恢复了体力，一人一狗，很快就将所有的绿脸解决掉了。公狗不错呀！公狗叫了2声，仿佛是在回应林正。我知道你听得懂，来瓶啤酒，怎么样？随后林正从系统空间取出2瓶啤酒，喝完后，林正便带着公狗回到了安全屋。末世，人心一定是最可怕的，动物有时比人更懂人心。随后一人一狗回到安全屋后，林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紧急的事情，当即马上，林正立马打开全球监视器。蓝星上所有国家都爆发了丧尸危机。对了，看看大伯家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还算幸运，一家人都没有出门，没有谁遇害，现在都集体躲在一间房里，都在大眼瞪小眼。都不关我的事了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享受生活。随后林正取出一杯82年的葡萄酒，还有一条烤牛腿，放在公狗面前，吃吧。而在安全屋外面，一个人正在拼命的狂奔，身后是成群的绿脸在追赶他。突然，他脚底一滑，后面的绿脸立马冲了上来。来，给你们洗个硫酸澡。下一秒，墙上喷出一条条硫酸水柱，无数丧尸被硫酸喷中，身上顿时就冒出白烟，还发出被腐蚀的嘶嘶声。这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拿起一看，是林正的女朋友李梦瑶。阿正，我好怕，你快来救我！你在哪？我在朋友家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林正露出笑容，立马用全球监视器调出王经理家的画面。这李梦瑶让自己去救他，实则是让自己去当诱饵，引开他们那边的绿脸，好为他们争取逃离的时间。你没事吧，梦瑶？你给我个地址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阿正，我好害怕，你快来呀！我在碧桂园5号601，你快来。好，我马上就来，你等着我，千万不要乱跑。搞定了，我说就林正这个舔狗肯定会来的，你看他那个着急的样子。等林正那个舔狗一来，门外的绿脸就会被他吸引过去，我们乘机跑到602，我平时囤积的物资都在那，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挨饿了。王经理，你真好，要不再来一把？没问题，反正那舔狗也来不了那么快。过了一会，林正手机铃声再次响起。林正，这都好几个小时了，你怎么还不来？
我记得你家离碧桂园最多半时就到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刚在打游戏，玩忘记了。要不你就在你朋友家睡一晚，我明天再来救你，怎么样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玩游戏？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哦，对了，你说的对，我怎么能玩游戏呢？我的晚饭好像好了，该是吃晚饭的时间了。接着，林正将摄像头照向自己的晚饭，竟是火锅。已经一夜没吃饭的李梦瑶看得口水直流，加上又和王经理大战了几十回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林正，你居然一个人在吃火锅，你知不知道我都快要饿死了？你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吃得下去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那我把电话挂了再吃吧，拜拜。3天没有吃东西的李梦瑶和王经理此刻双眼通红，面色惨白。李梦瑶后面又多次打电话给林正，可林正每次都给他拍他吃的什么，就连他养的狗都是顿顿大鱼大肉。梦瑶，我记得这间房的仓库，我囤了一点饼干，要不你去找找。这2天被炸的实在走不动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们都快饿嘎了。我这不是才想起来吗？好，我去看看。王经理见状，立马抄起啤酒瓶跟了上去。就在他要往下砸的时候，李梦瑶往旁边一闪，你防着我。你还不是一直算计着我？李梦瑶将手中的扳手朝他脑袋扔去，王经理被砸得晕头转向。10几分钟后，李梦瑶取出一盘烤熟的猪肉。林正，都怪你，要是你来救我，我就不会沦落到吃猪肉的下场。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我要报仇。而林正这边正看着监视器，在安全屋外面，有一伙拿着枪的人正鬼鬼祟祟地打量着安全屋。吴哥，就是这里吗？那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和吴元山倒有几分相似。没错，这是我哥告诉我的，有个超级富豪在我们市里打造了个安全屋，他把安全屋的所有数据都给了我，想让我绑架那富豪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实现，绿脸就来了。吴哥，现在也不晚，这安全屋内肯定囤了不少物资，一旦我们占领了这里，就再也不怕绿脸了。此人正是吴元山的弟弟吴远怀。这兄弟2人，一个制造安全屋，然后数据给另一个人，再让另一个人去劫持打造安全屋的富豪，赚2份钱，真是商业奇才啊！拉一个女人出来。下一秒，满脸惊恐的年轻女子被拉了出来。显然，这女子被他们百般蹂躏过了，身上伤痕累累，脸上还有清晰可见的手掌印，这就是末世。从这条路一直跑过去，不要停，听到没？不跑就一枪打嘎你。女孩拼没有办法，她只能跑，尽管脚已经磨出血了，她还是拼命的往前跑。算了，我送你一程吧。接着，他取出一把消音狙击枪，从喷射口中瞄准了女孩。枪响之后，女孩应声后面的绿脸疯狂的涌上去，她再也不用逃跑，再也不用恐惧了。吴远怀等人见女孩把丧尸吸引走，便慢慢的朝安全屋摸去。他们靠在安全屋的墙壁上，接着吴远怀拿出一个手机，只见他在屏幕上飞速的操作，不一会儿，埋设在他们右边空地的陷阱、硫酸等等顿时全部触发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所有的陷阱都消耗完了，大门在那边，我们过去吧。林正在安全屋内看着他们的行动，不由得嘴角微微一笑。他立马从系统空间取出备用的毒箭、硫酸，重新装入了陷阱之中。此时，吴远怀等人正走在喷射口的喷射范围之内。林正按下发射按钮，侧面的喷口射出高浓度硫酸。吴远怀眼疾手快，立刻躲在手下身后。高浓度硫酸喷洒在那名手下的身上，瞬间就冒出白烟。吴哥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再次打开手机，发现原本消耗殆尽的毒箭、汽油等东西又被填充的满满的。这货还存有备用。吴远怀再次进行同样的操作，消耗完陷阱里的东西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他这次并没有马上带着手下冲过去，而是看着手机。过了一会，发现陷阱里的东西再次被填充满，果然还有备用。等我进去，看我怎么慢慢折磨你。这次大概过了5分钟，吴远怀盯着手机，发现陷阱里的东西没有再次补充，这次没问题了，走吧。就在这时，原本被引出去的绿脸群慢慢的回来了，再拉一个出去。接着又一个女孩被拉了出来，她衣服脸上都是被真实过的痕迹。你给我跑！你们打了我吧，我是不会去帮你们吸引绿脸的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然我就把你的皮剥下来，然后撒满盐腌一下，再丢给绿脸。女孩一咬牙跑了出去，没跑多久，果然吸引了绿脸的注意，一大群绿脸吼叫着朝她追去。走吧，没问题了，你走前面。旁边的绿毛犹豫了一会，我这边都没问题了，你还害怕什么？既然没问题了，为什么你不走前面？碍于对方的淫威，只能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心惊胆战地走了一半，发现自己依旧安然无恙。吴哥，真的没问题了，你们快来。吴远怀再次谨慎地看了眼手机，安全屋的陷阱还是空缺状态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带着手下继续向安全屋进发。当所有人都靠近的时候，林正迅速补充毒箭、硫酸、汽油。前面一直没补充，是因为他故意顺着吴远怀的想法，让其放松警惕。按下按钮，顿时无数支毒箭从喷射口中射出。吴远怀等人大惊，可是已经躲闪不及，身中数箭而倒下，但并未立即断气。这座安全屋的陷阱
最多只用2份备用。为什么第4次了，陷阱还能启动？这时，林正从安全屋里走出来，看着倒在地上的众人。你是吴元山的弟弟，这安全屋的数据是他给你的吧？还好当时把他嘎了，这小子坏得很，在我面前装职业道德。到这时，吴远怀才知道自己的哥哥被眼前这人嘎了，他想起身，可是浑身上下插满毒箭，任凭他怎么努力也站不起来。现在你就下去陪你哥吧。林正一起身就是一枪，直接送他归西。地上还躺着2个衣衫褴褛的女孩，也中了好几箭。求求你，救救我们吧！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对生的希望。林正也知道这是2个无辜的女孩，可在这乱世，自己若没有能力活下来，反而是种折磨。我送你们一程吧，这个世道不适合你们。声响过后，女孩没有什么痛苦。做完这一切的林正返回安全屋内，打开手机，想看看官方有没有发布什么消息或应对措施。各位市民，我们已经在城市西郊建立了隔离区，这里绝对安全。由于缺乏人手，很抱歉我们无法派出救援队来护送你们，但只要你们到了隔离区，我们就会尽全力保护你们的安全。隔离区的大门将在明中午12点到下午1点打开，为了隔离区的安全，只开放这一次，强调只开放一次，请各位市民把握好机会。官方这么快就在西郊建立好隔离区了吗？林正打开监视器功能，他面前的画面切换到江同市西郊，这里哪有什么隔离区，一片破败，时不时还能见到几只绿脸。官方为什么要欺骗市民呢？他再次将监视器画面切换到江同市市长周安的画面。市长，要是他们不信怎么办？不会，在这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，我们给了他们一线生的希望，就算只有1%的可能，他们也会去做。市长说的对，这些百姓根本没脑子的，贪生怕死，目光短浅，就凭他们根本不可能识破市长您的计策的。等明大批市民涌向西郊的时候，我们就快速开车从东郊离开。这群吃得满肚子肥肠，盛世的时候贪图享受，在乱世的时候不惜用老百姓的性命做诱，自己却要冲出江同市，留着他们有何用？就在这时，林正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，他拿起一看，是之前住的那个区的业主群信息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绿脸？会不会是哪个国家朝我们投放病毒了？我觉得是那帮有钱人搞的鬼，就像《盛华危机》演的那样。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现在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。我也是，绿脸来的太突然，根本没来得及囤吃的。就在这时，居委会的李大妈突然冒出来说道：居民们，现在是特殊时刻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谁家有物资就主动上交，然后再由居委会平均分发给大家。我们只要熬过今天，明天就能去隔离区了。我赞同李大妈的这个办法，现在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，希望有物资的人这个时候不要那么自私。这时，马老太的儿子发了句：我记得6楼601有个宅男，好像叫林正，他家平时就炖了许多泡面。你们都去吃屎吧，还想着吃泡面呢。随后，林正从系统取出一份牛排，再取出一瓶82年的红酒，手机打开录像，录下了这幅画面。谁说我家里有泡面的？我家根本就没有泡面，只有牛排和红酒，不信你们看。而此时此刻的601有好几个混黑道的人正聚集在一起。大哥，怎么办呀？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全都得饿死在这。特么的，这栋楼不是有许多人住吗？实在不行，抓2个来尝尝。大哥，我觉得也不是不行，现在绿脸横行，就算少几个人，官方也拿我们没办法，官方都不知道躲到哪去了呢。你出外面看看，走廊里还有没有绿脸？戴帽子的小弟出门口转了一圈后，大哥，走廊里没有绿脸了。兄弟们，走，抓2个来开荤。等一下，大哥，好像有动静。你到底看没看清楚？看清楚了，大哥，是一群人朝我们这里走来。真是怪事啊，食物居然自己找上门了。在李大妈的带领下，他们一伙人拿着棍子，气势汹汹地朝601赶去。其中赫然就有林大德一家的身影，也有马老太的身影。他是最希望林正嘎的那个人。林正在监视器面前看着这群怒气冲冲的这帮人，若不是自己觉醒系统，就算重活一世，还是得嘎在这些人手上。狗咬狗的好戏要开始了！砰的一声，601的门被踢开，李火等人见人都进来的差不多了，便立马堵在门口，用枪指着他们：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林正吗？这个太老了，吃起来塞牙，把他丢下去喂绿脸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居委会主任。居委会主任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就算是官方办公室主任，在我面前都是一条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们快点救我，不然明天不带你们去隔离区。等等，你说什么隔离区？你先保证不嘎我，我就和你说。威胁老子去把他2条手折断。其他人见到李虎等人如此凶残，全都脸色惨白，尤其是林大德一家人和马老太，肠子都悔青了，非要来凑这个热闹。现在好了，回不去了。还是不说嘛。刘海梅突然站出来道：我知道，隔离区是官方在城市西郊建立的安全区，会在明天中午12点到1点开放，只要在这段时间进入隔离区，就会得到官方的保护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就饱餐一顿，明天就去隔离区吧。
这位三毛哥，你已经知道隔离区是什么了，可以放了我吗？又不是你告诉我的，所以你去嘎吧，老太婆。那大哥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李虎并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他。谢谢三毛哥。林大德希望刘海梅也带他走，可刘海梅就当没看见一样，自顾往外走。我特么让你走了吗，臭女人！大哥，我不是告诉你隔离区是什么了吗？我特么问你了吗？把这个臭女人也给我丢下去！林正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，悠闲地喝着冰镇饮料，要多悠闲就有多悠闲。突然，系统提示道：检测到将同时出现第一个变异物品暴力弓，威力排名15。按照系统的指示，林正来到变异物品所在地，随后公狗则迅速冲到前面，好像发现了什么。不一会，他竟拖着一个浑身肌肉、巨大绿脸从黑暗中傲然走出。卧槽，这公狗这么猛啊！公狗把那巨大绿脸丢在林正旁边，好像在等待夸奖。林正上前看了眼那巨大的绿脸，看来这些绿脸已经开始进化了，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对付。突然，数十支利箭从黑暗中射出，林正微微侧身躲过数支利箭，公狗更猛，直接一个飞扑，将数支利箭打落在地。他呲牙咧嘴，这里有活人吗？下一秒，几个手持弓箭的绿脸从黑暗中走出，边走还边对林正和公狗射箭。看来这几只绿脸身体已经记起了生前的记忆。不过这种级别的攻击程度，对于强化过的林正来根本不够看的。只见他身体翻转腾挪，不断变化姿势，灵活巧妙地避开了射来的箭，金毛一跃而起，直接扑向一只绿脸。此时，其他绿脸的弓箭已经对准了金毛。林正眼疾手快，连开数枪，直接打掉了他们。可以啊，公狗。突然间，又是一支箭从黑暗中射出，公狗一箭，一口就咬住了他。下一秒，那支箭竟轰的一声爆炸，直接将公狗炸飞10几米，昏死了过去。爆裂弓，林正还没反应过来，又是一支箭射出。有了狗弓的教训，他微微侧身躲过了这支箭。可射箭的丧尸好像看穿了林正的行动，紧接着射来第二支箭，堵住了林正的退路，当即立刻跳起来躲过。这绿脸真是快准狠啊！而且每一箭都精准地预测了我的行动方向。这只绿脸不仅箭术高超，而且已经产生了智力，随即立马对着箭射来的地方连开数枪。数秒之后，逐渐安静下来。打中了吗？下一秒，一支箭击射而出，看来并没打中。不对，不是一支箭，是2支。这2支箭一前一后，几乎重合。这一招瞒天过海，属实很妙。这绿脸莫非已经突破限制，达到1阶了不成？来不及多想，林正闪身躲过第一支箭，一把握住第二支，然后瞬间朝黑暗中丢了过去。在箭脱手的那一瞬间，林正意念一动，将手中的箭连续复制了4次，丢出去的箭立马化作16支，前方冒出巨大的火光，那身影被爆炸的余威震飞，重重的砸在地上，刚好和公狗并排在一起。嘿嘿，炸我的公狗，这不就报应来了吗？林正走上前一看，还以为是绿脸，没想到是个清纯无比的美少女。这就是排名15的爆裂弓吗？这完全相当于射出一颗手雷啊！这才是刚刚进化的暴力弓，待其进化完全，一箭射出，相当于一颗导弹的威力。我去，一颗导弹的威力，这要是箭足够的话，完全可以一个人攻打一个国家了。暴力弓的箭是由弓吸收物器凝练而成，就其目前的进化程度，每只能凝练出万使之箭。林正先摸了一下弓，再摸了一下箭，下一秒，系统空间中就多出来一把爆裂弓和一支箭。管你长得多漂亮，想嘎我，你就必须嘎。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，突然瞄了一眼眼前的这个女人。等等，红头发。林正再次看向少女，这才发觉她有些眼熟，终于想起来她是谁。包子，是你吗？包子。显然，刚才的爆炸直接将他炸昏了过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会刚找到包子，他就要凉了吧？就在林正焦急万分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公狗的呼噜声，低头看着变异的公狗，林正突然灵机一动，包子既然能使用变异的物品，自身也有变异的潜力，给他吸收雾气，这样就能救活他了。林正当即就从系统空间取出一瓶雾气，可他又犯了难，包子现在处于昏迷状态，怎么吸收呢？包子，对不起了，我只能嘴对嘴喂给你了。林正便猛吸一口雾气，随后将雾气吐入他的口中，很快就用完了一瓶。嘿嘿，果然有效，那就再来一瓶。喂完包子后，林正看了眼地上的公狗，实在忍不下心，又给他灌了一瓶糖水，就当给他补充体力。我要嘎了你！突然，包子在睡梦中喊了一声，林正低头一看，满是心疼。不知道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，包子，你放心，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。第二天中午，林正在包子床前守了一夜。包子缓缓睁开眼睛，林正看到便笑眯眯走了过来。流氓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嘎了你！是我救你了你都不说一句谢谢，甚至刚睁眼就要嘎我。接着，林正取出一罐可乐。包子，你喝不喝？你是林正哥哥？除了我，谁还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个秘密称呼？林正哥哥，没想到那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怕我是流氓了？只要是林正哥哥你，流氓又怎么样呀？咱俩先出去吃点东西吧，我可是守了你一个晚上不吃不喝呢。
接着林正从系统空间取出各种大餐，一一摆放在桌子上。此刻的包子看到如此丰盛的食物，忍不住大快朵颐起来。包子本名江一彤，和林正属于是青梅竹马。林正哥哥，末世开始6天了，我一直没洗过澡，都腌出味道来了。你家有水吗？我就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2楼有卫生间，那里有个大浴缸，你先进去洗吧。你的林正哥哥这里有的是水，随便你洗。过了一会，包子便洗漱出来。林正哥哥，我洗好了，你快过来闻闻人家香不香？说什么胡话呢？包子，你就算不洗澡，我也觉得你很香。对了，我把你的武器还给你。林正将爆裂弓还给了江一彤，他已经复制了一份，到时候要多少就有多少，同时还给了他一堆剑。林正哥哥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剑？这弓每支能凝练出20支剑。你就当这是我觉醒的异能吧。然后林正向他解释了这场危机是如何发生的，人类会如何发展，以及关于觉醒、异能、修炼之类的事情。不知道我以后会觉醒什么异能，希望可以觉醒辅助类的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跟在林正哥哥身后，日夜的辅助你了。不急，要彻底突破到1阶才能知道。就在这时，江一彤像是想起什么大事。林正哥哥，我们快走，今天是隔离区开放的日子，要是去晚了就进不去了。什么隔离区？都是假的，是官方为了逃跑，拿你们当诱饵的。等会我们就去砍了那伙令人作呕的人。好，林正哥哥，我听你的。突然，林正好像感应到了什么，好像有人来了。安全屋外，此时的李梦瑶看着前方的安全屋。你确定是这？是的，大姐大，这个安全屋是我和吴元山一起打造的。打造这个安全屋的人肯定囤积了不少物资。那你有办法攻进去吗？这个安全屋设计确实是固若金汤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这是采用合金板制成的，而合金是导电的。我们只要给安全屋通上电，不怕里面的人不出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当日李梦瑶被迫吃了猪肉之后，却意外的发现自己的身体强化了，她还以为是吃王经理造成的，实则是因为她的身体适应了雾气，已经开始进化了。快点给我通电，把里面的人逼出来。不好，我们快点出去。安全屋的门打开，林正、江一彤和公狗瞬间出来。看到林正的那一刻，李梦瑶有些震惊，但更多的是仇恨。原来是你呀，林正，你是谁？我说就怎么不要我了？原来是勾搭上年轻漂亮的妹妹了。李梦瑶，你要是再敢乱说她，我定会让你生不如嘎。哈哈哈，林正，你觉得现在的我还是以前的我吗？李梦瑶对着旁边的墙壁挥出一拳，直接将墙壁都打裂了。包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试试自己强化过后的力量？现在刚好拿这些人练练手吧。得到了林正的授意，他毫不犹豫对着李梦瑶射出一箭。拉弓的那一刻，他感觉轻松无比。这就是我强化过后的力量吗？一支箭朝李梦瑶呼啸而去，他感觉已经躲闪不及，随手拉来一个小弟挡在了身前。下一秒，箭猛地炸开，直接将小弟炸碎。你也是强化者，臭女人，看见！江一彤懒得理会他，又射出一箭。李梦瑶迅速闪出一旁，那支箭也在他身边不远处炸开。给我开枪，射嘎那对狗男女！江一彤眼疾手快，对着那群小弟连射3箭，接着3支箭都落在他们的面前，剧烈的爆炸让他们不得不开枪，急忙用手挡在眼前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江一彤再次连射数箭，这一次的目标是他们的身体，每一支箭都精准的射中他们的胸膛。只有那个工地佬反应过来，一把拔出胸口的箭。就在他拔出的瞬间，工地佬手上的箭突然爆炸开来，手臂瞬间被炸碎，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，直接全炸碎了。臭女人，出来吃我一箭！李梦瑶躲在工地佬身后瑟瑟发抖，本以为自己强化过后无人能敌，没想到这个女人比自己还猛。别嘎我，别嘎我，阿正！李梦瑶慢慢的从工地佬后走出来，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阿正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多开心吗？你当然开心，每个月都要把我的工资压榨干。我那还不是怕你乱花钱嘛！我们重新来过，我发誓我只爱你一个人。臭女人，你别再靠近林正哥哥了，否则我射死你！丫头片子，我可是你林正哥哥的老婆，我才是正牌的，你就是个小三而已。江一彤一个没忍住，对着李梦瑶射了一箭，还好李梦瑶及时闪，箭在他不远处炸开。阿正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到现在还想着嘎我，你还不出手教训她？包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江一彤一脸震惊的看向林正，这么大个人都射不到，包子你的箭法也太差了。林正哥哥，这回我一定射得准。包子接着对李梦瑶连发数箭，几乎挡住了他所有的退路。李梦瑶脸色大变，退无可退，最终还是胸口中了一箭。下一秒，李梦瑶胸口的箭炸开，江一彤觉得不解气，又朝着他连发几箭，李梦瑶瞬间被炸得连渣都不剩了。随后2人1狗便回到安全屋内，林正取出几百瓶雾气，分别江一彤10瓶，公狗10瓶。你们一定要适可而止的吸收，吸收多了反而不好。江一彤和公狗默默看了看林正那几百瓶雾气，露出难以启齿的表情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快点开始吧。下一刻，2人1狗便开始吸收了，而林正不同的是，则一口气吸了好多瓶。过了一会，林正睁开眼睛，在他5米范围内，仿佛变成了他感知的一部分。
他能感受到这个范围内的每一粒灰尘，甚至操控它。这是意识延伸。宿主觉醒绝对空间，在空间内你就是绝对的主宰，你可以控制任何东西，这也相当于你意识的一个延伸区域。随着异能不断强化，绝对空间的范围和你对空间的掌控也会越来越大。突然，林正脑中冒出一个想法，他带着江一彤和公狗来到安全屋外。林正哥哥，你觉醒的是什么异能啊？等会你就知道了，先把你的爆裂弓借我用一下。江一彤将背在身上的爆裂弓取下，递给了林正。林正搭箭，瞄准前方，然后启动绝对空间。当箭离开林正5米的时候，已经复制了6次，由1支变成了几十支，犹如一阵箭雨飞向前方。一支箭变作一堆箭吗？相当于威力增加了几10倍。林正哥哥的异能也太恐怖了吧！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林正突然将箭对准了他。林正哥哥，你要干嘛？林正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射出了手中的箭。可下一秒，那支箭即将射中江一彤的时候，一瞬间竟然往上飞了，并没有按照之前的轨迹。类似复制和控制物体，就是你觉醒的异能吗？林正将爆裂弓还给了他，对他点点头。我觉得你更适合这把弓。接着，林正从系统空间取出一把一模一样的爆裂弓。我有呀。大哥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出发了？上次来到的601的居民大多都没嘎，只有一个长得细皮嫩肉的男人成为了他们的盘中餐。你真的有辆卡车？我真有，就停在楼下的，求求你别嘎我。大哥，我去把我孙子带出来一起走好不好？要是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他会饿嘎的。老太婆，要不是看在你会做饭，早就把你丢下楼喂绿脸了。你再逼逼一句，马上把你丢下楼。就这样，在李虎的威胁下，一行人快速下楼，上了卡车，开向李虎的别墅。而林正这边则是来到拦截市长逃跑的路线了。周安，快点滚出来！市长，前面有个傻缺挡了我们的去路，还点名要见你。嘎了就是了，别耽误我们赶路。林正见半天没人出来，直接取出爆裂弓，对着人群就是一箭，瞬间一支箭变做好多支，直接射到人群中，顿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你是谁？我是来嘎你的人。我和你并无过节，你为何要嘎我？主要是你们太恶心了，诡计多端，为了自己活命，不惜以群众当作诱饵。虽然他们的死活不关我的事，但你们这种行径，老子就是很恶习，所以你必嘎。狭隘无知，我们是为了保存人类当中有用的那一部分。那群愚蠢的人活下来有什么用？能解决得了危机吗？最终这场危机还不是要靠我们这些聪明人来解决。我给你个机会，告诉我你们要去哪里，不然我会让你们生不如嘎。你个小老百姓竟敢威胁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弄嘎！那些安保人员立马抬起枪口对准了他们。突然，林正一个闪身，直接到市长的身后。如果你敢伤害市长的性，我们一定会对你不留余力的绞嘎你。周安，你的表情我很不喜欢，快点给我笑，不然就嘎了你。感受到林正的凶狠之后，周安终于怂了，跪在地上不断哀求林正放过他。求求你放过我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您能不能就此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？突然，林正直接连开数枪了，你笑得我很不满意。他嘎了市长，给我开枪打死他！密集的枪声响起，子弹如雨点一般向林正倾泻而来。绝对空间启动，宛若时间静止一般，凡是进入林正5米范围的子弹瞬间停住，悬浮在空中，画面极其诡异。随后，林正一抬手，子弹竟全部转移了方向。就在子弹即将要射出去的时候，林正意念一闪，竟又复制了10几分。下一秒，子弹朝着刘文书等人激射而出。如同暴雨打在地面的声音，那密集的子弹瞬间将所有人打成了筛子。告诉我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你救我，我就说。你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去隔离区，就在江同市东边50公里的地方，那是由附近几个大市联合成立的。你别嘎我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待他说完，林正意念一闪，他的整个人直接炸碎。那我们要去隔离区吗？去隔离区干嘛？顿顿白粥配咸菜，还要被一群人管着，我们还不如建立自己的隔离区呢。建立自己的隔离区。突然，身旁的公狗对着前方疯狂叫了起来。林正和包子看了过去，竟看到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。这是狗和绿脸融合了。林正头一次见这种情况，不免也有些惊讶。江一彤则反应过来，抬手拉弓，连发数箭，可射过去的箭都被那怪物一一躲过。那怪物不一会就冲到他们近前，江一彤灵巧的搭在弓上，这一次他要4箭齐发，刚要射出，在一旁的公狗忍不住扑了上去。那怪物微微侧身，躲过了公狗的攻击。这怪物确实挺有智商，看来这回公狗吃亏了。公狗再次朝怪物冲去，怪物这次好像并没有要躲开的打算。怪物身后赫然是一根锋利的柱子。公狗，快回来，不然你会坏掉。公狗好像没听见，就在快碰到的时候，那怪物惊恐的跳起，公狗的一条腿也因此被钢筋刺穿。就在林正打算出手的时候，公狗发出一声怒吼，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打开。公狗身体正在发生变化，身上宛若坚硬无比的钢铁。公狗在雾气和钢铁元素的双重刺激下，觉醒异能钢铁强化，该异能可使其身体坚硬如铁，
其力量和速度也会得到提升，后期甚至能硬抗导弹。钢铁化后的公狗浑身像穿满了盔甲，整个体型也大了一圈，怪物想要躲闪根本来不及。接着公狗看向江一彤，甩甩头，示意他放箭。江一彤将早已准备好的4支箭齐射出去。公狗，快躲开！公狗并没有理会江一彤，射来的箭爆炸开来。请所有士兵马上放下手中事情，立刻返回家中隔离，并且关好门窗。我是出现大量不明生物。就在子弹即将要射出去的时候，吉尔意念一闪，竟又复制了10几分。下一秒，子弹朝着刘文书等人激射而出。如同暴雨放在地面的歌，那密集的子弹瞬间将所有人打成了筛子。告诉我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你救我，我就说。你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去隔离区，就在江同市东边50公里的地方，那是由附近几个大市联合成立的。你别嘎我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待他说完，正意念一闪，他的整个人直接炸碎。那我们要去隔离区吗？去隔离区干嘛？顿顿白粥配咸菜，还要被一群人管着，我们还不如建立自己的隔离区呢。建立自己的隔离区。突然，身旁的公狗对着前方疯狂叫了起来。和包子看了过去，竟看到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。这是狗和绿脸融合了。正头一次见这种情况，不免也有些惊讶。江一彤则反应过来，抬手拉弓，连发数箭，可射过去的箭都被那怪物一一躲过。那怪物不一会就冲到他们近前，江一彤灵巧的搭在弓上，这一次他要4箭齐发，刚要射出，在一旁的公狗忍不住扑了上去。那怪物微微侧身，躲过了公狗的攻击。这怪物确实挺有智商，看来这回公狗吃亏了。公狗再次朝怪物冲去，怪物这次好像并没有要躲开的打算。怪物身后赫然是一根锋利的柱子。公狗，快回来，不然你会坏掉。公狗好像没听见，就在快碰到的时候，那怪物竟猛地跳起，公狗的一条腿也因此被钢筋刺穿。就在林正打算出手的时候，公狗发出一声怒吼，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荡开。公狗身体正在发生变化，身上宛若坚硬无比的钢铁。公狗在雾气和钢体元素的双重刺激下，觉醒异能钢铁强化，该异能可使其身体坚硬如铁，其力量和速度也会得到提升，后期甚至能硬抗导弹。钢铁化后的公狗浑身像穿满了盔甲，整个体型也大了一圈，怪物想要躲闪根本来不及。接着公狗看向江一彤，甩甩头，示意他放箭。江一彤将早已准备好的4支箭齐射出去。公狗，快躲开！公狗并没有理会江一彤，射来的箭爆炸开，不一会火光散去，大傻春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。我就知道大傻春那玩意装逼呢。这就是大傻春觉醒的异能吗？硬抗爆裂弓。接着，大傻春像发了情的公狗一样跑过来，身上的盔甲也慢慢褪去。就在这时，吉尔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：吉尔，你去隔离区了没？我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到时候隔离区见。别去，你就待在家里。下一秒，李继阳就打来电话：吉尔，我还以为你小子嘎了呢，很想发个短信试试，结果你就秒回了。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能去隔离区？这个隔离区就是个骗局。突然，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惨笑，接着就是一阵丧坤的吼叫声。李家别墅内惊慌失措地站着李继阳一大家子人。突然有一只丧尸就围墙后翻了进来，接着越来越多的丧尸翻了进来。爸，我们走地道吧，地道直通地下车库，我们可以从那里开车去隔离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原先准备的物资就全没了。他们原先准备了2大车的生活物资，就停在院子里。现在院子被丧坤占领，物资也就没了。哟，你们谁冒险一下，去把院子里的2车物资开走，其余的人走地道。底下的人全都沉默了。老三，平时你在公司业绩最差，现在是该你出力的时候了。我们李家养了你那么多年，你对李家也没什么贡献，现在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。没错，李家可不养闲人。爷爷，那2车物资这么重要吗？我们去隔离区，官方不是会照顾我们吗？启阳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我们手里要是没有底牌，到了隔离区就和普通老百姓一样，就会被人欺压摆布。可是现在那么多丧坤，就这样出去可能会嘎的。不会的，到时候你和你爸爸只要动作快一点，一上车就立马开车，那些丧坤追不上你们的，很容易的。可是我爸他腿脚不好，要不你让堂哥和我一起去，我们2个年轻，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我们家孟非平时那么文静，他肯定干不来这个的，你就和你爸去，你们父子同心，其利断金嘛，对吧？见大伯母不愿，李继阳看向李老爷子，试图获得他的同意。孟非是家族的第1继承人，不能有事，你就和你爸去，到时候我们给你在家族的功劳簿上记上一笔。爸，让我代替继阳去吧。爸妈，我们不去隔离区了，他们爱去自己去，反正我们不去。继阳，你在说什么？要是不去隔离区，我们迟早会饿嘎的。你们爱去不去，反正我们先走了。你们要是还当自己是李家人，待会就把2辆车物资带到隔离区来。李家电梯内，老二你最后一个进，把车库入口锁死，他们就一定会去带走那2车物资的。爸，还是您高啊！
我们也跟上吧，物资不管了，先到隔离区，到时候再跟爸解释吧。爸，我们不去隔离区，可能根本就没有隔离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官方是骗我们的？官方骗我们干嘛？季阳，我们快点走。在父亲的强硬要求下，他们来到入口，却发现入口里面锁死了，根本打不开。爸，那我们就留下吧，不去隔离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听你的。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到时候等院子里的丧坤少一点，我们就把车上的物质搬进来，自己慢慢用。很快，李继阳亲戚都来到了隔离区，这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隔离区，简直是地狱，成堆的丧坤和疯狂逃命的活人。李继阳，你们一家子够了，合着早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隔离区，却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出来，就想置我们于死地。爸，快走，别纠结李继阳那畜生玩意了，咱们保命要紧，赶紧上车。爸，我等会丢一个音响到别墅背面，等丧坤被吸引过去，我们就冲出去，把车开到别墅里面。随后，李继阳把放着歌的音响想丢去屋外，音响的动静瞬间就吸引了院子里的丧坤。他们父子二人冲了出去，可他们没注意到，一直长了智慧的丧坤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溜了进去。此时别墅内只有李继阳的母亲一人，丧尸看着他，不好，爸，10分有8分不对劲啊！一只丧坤竟从车缝里钻出来，一把抱住李继阳的父亲。继阳，你快跑！刚喊完，那丧坤对着他的脖子猛地就是一口，李父就这样惨嘎在李继阳面前。爸，下一秒，之前被骗走的那些丧坤都围了上来。操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就在此时，一阵爆炸在丧尸群中炸开。一个身姿飒爽的女孩此时正站在围墙上弯弓搭箭，她一箭射出，下一秒箭矢包子炸出一片火光，然后她4箭齐发，爆炸声接连。接着，一只公狗从天而降，死死地将嘎嘎李父的那只丧坤压在身下，然后抬起爪子猛地一拍，直接将他的脑子拍烂。下一刻，吉尔从一堆丧坤中缓缓走出，在他5米范围内，仿佛有一股神秘力量，凡是靠近的丧坤，统统爆体，变成一堆碎末。这是小吉尔。就这样，李继阳被林正救回了自己的安全屋。刚来到安全屋，李继阳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第二日，李继阳的情绪似乎恢复了一些，毕竟生活还要继续。吉尔便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一个火锅和许多美食。我靠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吉尔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当初若是没有李继阳，吉尔恐怕连大学都上不了。2个人在同一所大学，平时李继阳对吉尔也多有帮衬。还要加菜吗，继阳？够了。对了，吉尔，你好像会法术一样。还有那位包子姐，射出的箭会爆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突然，江一彤弯弓搭箭瞄准了他。不许你叫我包子，不然一箭榨干你。啊，这吉尔也叫你包子，你怎么不射他？他不一样。李继阳瞬间恍然大悟，嘿嘿一笑。不许笑，否则一箭榨干你。接着，吉尔和他解释了丧尸危机的原因，以及关于人类进化、如何修炼的事情一一告知。随后，吉尔取出一瓶雾气，递给他。这就是让人类变成丧坤也能让人类进化的东西吗？所以你现在可以吸收一下雾气，看看你能不能进化。好，我试试。吉尔又取出几10瓶雾气，给了江一彤。包子，你再试试，或许这次你就突破一阶，觉醒异能了呢。好，吉尔哥哥。过了一会，李继阳大喊一声：“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”他猛地站起来，不小心一脚踢飞了大傻春的饭碗。我进化了，奥利给！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。进化了是好，就是太狂了，一点不知道收敛，以后肯定要吃大亏。大傻春呲牙咧嘴地盯着李继阳，因为李继阳刚才打翻了他的饭碗。哟呵，大傻春，你想和我练练吗？大傻春大叫一声，好像在挑衅李继阳。来，师爷一拳！他对着大傻春用尽全力挥出一拳。砰！声音在安全屋来回飘动，久久才慢慢散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马上就吃亏了。继阳，以后低调点，在这千变万化的末世当中，强大的存在比比皆是。李继阳哭兮兮的点点头。另一边，江一彤一声惊叹，看来还是没有觉醒。没事，包子，这越来越证明你的异能是很强大，所以觉醒比较困难。包子明显有些失望的点点头。不管了，先吃饭，吃饱饭才是最重要的。来，包子，喝杯茶。谢谢吉尔哥哥。江一彤伸手去接，握了个空，然后手就收了回来。吉尔一时也没反应过来，松开了手，杯子掉落在地。吉尔又给江一彤拿了一杯，这次他注意了一下，杯子还没递过去，包子就已经伸手过来接了，他又抓了个空。包子，我好像发现你觉醒的异能了。尊嘟假嘟，我的异能是什么呀？我们去外面试试，你就知道了。接着，几人来到安全屋外。大傻春，你应一下，等会用箭射你，你用尽全力躲开，测试你的反应力。大傻春觉醒以来，一直无处展示自己的实力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有人让他秀。包子，你现在全神贯注，给我射他。只见他慢慢抬起爆裂弓，全神贯注地瞄准大傻春。大傻春已经饥渴难耐了，开始在用叫声催促江一彤。江一彤射出一箭，箭矢带着破空之声呼啸而去。大傻春看到江一彤动手，立马移动身形，箭矢竟预判到了大傻春的位置，正中大傻春。很好，继续。江一彤再次射出一箭，
射来的箭再次命中大傻春。射，不要停，给我一直射。不管大傻春如何躲避，每一箭都精准的射中了他。几十箭下来，大傻春已经累得不行了。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姐姐，剑法如此出神入化，以后还是尽量少惹她。好了，包子，不要射了，大傻春硬不起来了。江一彤这才缓缓放下手中的剑。你现在知道自己觉醒的是什么异能了吗？射得比较快，百发百中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吉尔哥哥，你快说，我好想知道。你的异能是能提前1秒看到对方的动作。那不是预知未来吗？并不是预知未来，而是你可以通过对方此刻的动作，快速预判他下一秒的动作。你刚才射箭时，我特意观察了，你箭并没有正对着大傻春，而是预判他下一秒将要达到的位置。可是我记得我明明就是正对着他射的。那是因为你眼中的大傻春是1秒后的，就像你刚接杯子的时，你应该是无意间动用了异能，提前看到我要递杯子给你的画面，所以你2次都伸手抓了个空。那吉尔哥哥，我要如何控制这个异能？不然以后我还得摔碎不少杯子。异能是受我们的意志控制的，你尝试着聚气凝神。江一彤立马闭上眼睛，缓缓运气，脸上的表情逐渐舒缓。下一秒，他兴奋地睁开眼睛。吉尔哥哥，真的像你说的这样，我感受到那股神奇的能量了。不好，大家注意，前面敌人来了！江一彤、李继阳和大傻春都打起了精神。大家注意，敌人来了！你们几个给老子站住！为首的中年人手持一把刀，身上散发的赫然是觉醒者的气息。你眼睛瞎呀？我们不是搁这站得好好的吗？兄弟们，今天咱们走大运了，居然带着个美女，今晚一定要好好乐呵乐呵。老哥，我要戴帽子那个男的。李继阳瞬间菊花一紧，知道你小子好这一口，这貂毛就给你留着。谢谢刀哥。接着，头目将手中的刀指着前方的吉尔道：“小子，给你个机会，是活下来给我们端茶倒水，还是搭在我的刀下？”江一彤看对方如此羞辱吉尔，抬起弓就是一箭。我靠，这小妞也是觉醒者。他本能的一躲，发现那箭竟对着躲的方向射来，他催动异能，喷出大火，直接将射来的箭吞没，而那支箭在火焰中爆炸了。兄弟们，咱今真是走大运了，这美女还是个觉醒者，玩起来那就更刺激了。江一彤不给他喘息的时间，当即瞄准为首的拉弓，这一箭平平无奇，只见他微微侧身，便躲过那支箭，箭矢射中他身后，轰的炸开。美女，你要是就这点本事，今晚可就得给我暖床了。无耻！江一彤连射几箭，而第一箭是为了让对方动起来，这样就能提前1秒预判对方的动作。头目向后躲去，刚站稳又射来一箭，动作的惯性使他在后面。这刚好落在江一彤的预判之内，他只能再次施展火异能，喷出熊熊火焰。江一彤哪里会给他喘息的时间，接连射出3箭，3个点在空中呈现出一个三角形。看见又有箭射来，他干脆不躲了，就站在原地对着3支箭喷出火焰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还藏着一支，终究还是躲闪不及，箭直接将他一条手臂炸碎。你们特么的还站着干嘛？快给老子铡了他们！几个小弟这才反应过来，提刀向吉尔他们冲去。敢惦记我菊花，让你们尝尝我练习2年半的坤坤拳。他用猛地挥出一拳，这一拳仿佛有千钧之力，打在瘦子的肚子上，直接将他打飞，正好落在吉尔面前。瘦子也是进化过的，这一拳只是将他打伤。他见李继阳菊花不好拿，便冲向了吉尔，结果还没近身就被弹飞，这次落到了大傻春面前。老子今天就不信了，人打不过，狗总打得过了吧？他对着大傻春砍去，刚高看在头上，发出铮铮的声音。大傻春怒吼一声，声浪直接将瘦子震倒地。大傻春跳起，抓了2下，下一秒他的西瓜就掉到地上。其余几个小弟见状，都纷纷冲向了吉尔。当他们进入5米范围的时，西瓜直接掉了出来。这个更特么的离谱！他转身就要跑，江一彤直接5箭齐发，封死了他所有退路。最终有一支正中其后背，就弹了下去。那领头分明胸口被贯穿，但却没有液体流出来。吉尔疑惑地走上前一看，那 S 体不仅没有液体，而且隐隐还能看出肉体腐烂的迹象，这是变成丧坤的特征，可他却还保有人类的理念。按道理来说，现在雾气的浓度，人类不可能这么快就有1阶觉醒者，而这个确确实实是个1阶觉醒者，就是他的身体很奇怪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吉尔意念一动，旁边的一块铁片飞起，朝着领头的部分滑去，并没有想象中的液体4溅，上面长满了青色的霉菌，散发着阵阵恶臭。突然，一个褐色的植物弹珠般大小流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吉尔控制着铁片，将那陌生的果子划开，一阵雾气从里面冒出。自己果然没猜错，这个应该就是某种能吸收雾气的变异植物所结的果。你们2个认识这个果子吗？江一彤和李继阳同时摇了摇头。被遗忘的大傻春凑了上来，搂着鼻子嗅了嗅，然后叫了2声。对哦，忘记大傻春了，你的鼻子那么灵，就算不认识这是什么，但也能凭借嗅觉找到它。在大傻春的带领下，3人便出发前去寻找这第一颗变异的植物，能让人在短时间内更快觉醒。但它好像也有副作用，就是会让人逐渐丧坤化。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服用了这种果实，那么最后只会出现很多强大的丧坤。吉尔必须阻止这种势头。突然前方出现几只丧坤，他们好像拖着某个东西正在缓缓前行。
吉尔等人快速跑了过去。丧坤见到他们，立马放下手中的东西，而那东西不是其他，正是丧坤 ST。奇怪，他们要自己同类的 ST 干嘛呢？就在这时，有几只丧坤像是发了疯似的冲了过来。季阳，那只最小的比较弱，就给你练练手了。OK。大傻春瞬间跑了出去。大傻春瞬间把2只丧坤踩烂在地上，江一彤这边直接4箭齐发。4只坤坤瞬间灰飞烟灭，而吉尔这边有10只丧坤已经冲进5米范围内。只见他意念一动，10颗西瓜直接飞了起来。这也只是对于比较弱的丧坤，如果同为一阶，那绝对空间是不能直接掉西瓜的，但却可以极大程度压制对方实力。救命啊！李继阳正在被那只看起来很小的丧坤疯狂追赶着，一个重心不稳突然摔倒，丧坤猛地追了上来，就要朝李继阳咬去。下一秒，丧坤的西瓜竟掉了出来。我觉醒了，我重启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是软脚虾了。他扭头一看，发现吉尔他们已经站到自己身边，有点羞愧，连个小丧坤都没打赢。吉尔来到那丧坤的 ST 面前，然后用意念控制一块铁片，划开了他的肚子，竟也有那个陌生的果子。难怪这丧坤比一般的要厉害，原来也吞食了这种变异的果子。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高楼之上，一个手持望远镜的男人死死盯着这边。接着，在大傻春的带领下，几人便来到市中心。顺着目光看去，看到的画面让他心头一惊。它就是江童市的最大特色超大梧桐树。此时的它树上已长满了奇怪果子，树底下则堆满了丧坤 ST， 宛若一座山，场面一度诡异至极。而这正是那棵树吸收养分的方式。就在吉尔等人想着要怎么毁掉那棵树时，殊不知几只一阶丧坤已经盯上了他们。他们慢慢的靠近，这几只丧坤不知道吃了多少梧桐果，竟在短短几天内就进化到了一阶水平。眼看他们越来越接近，小心！江一彤反应迅速，转身就是一箭朝坤坤射去。练习2年半的坤坤灵活的随后第2箭正中坤坤，瞬间淹没在爆炸中，待火光散去，只见他身上仿佛被烧过一样。这一箭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而李继阳第一时间就看出这种级别的战斗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，所以他很识趣的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。钢铁化后的大傻春特意挑了个丧坤冲了上去，一口一坤对撞在一起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宛若2辆坦克撞在一起。还剩下3只一阶丧坤，自然就朝吉尔冲来，偷偷取出一把巴雷特，对着冲来的坤坤一枪，瞬间1颗子弹变64颗，密密麻麻的子弹如同一面墙壁朝他们冲去。火光散去之后，3只坤坤被打的都是子弹印，但居然还能活动，他们再次咆哮着朝吉尔冲去。吉尔这次打算近距离解决他们，也迎了上去。靠近丧坤的时候，3只坤坤集体一愣，感觉自己的实力突然降低了一大截。趁发愣之际，巴雷特已经对准了其中1只丧坤，射出的瞬间复制了5次，以5得7，瞬间7颗子弹打了出去，弱化过的坤坤们瞬间领了盒饭。而江一彤这边看准时机，一箭将那丧坤钉在墙上，然后接连射出4箭，固定住坤坤的4肢，那坤坤直接领了盒饭。看来这棵变异梧桐树是必毁无疑了。但他们刚才打斗的场景也吸引了外面的丧坤。此时成群的坤坤朝着梧桐树围了过来，其中不乏有一阶的。吉尔见势，立马让大傻春变得又大又硬，然后纷纷坐上了大傻春背后，偷偷取出一个火箭筒给李继阳。给我对着那棵树轰！李继阳扛起火箭筒，满脸兴奋，就对着那棵巨大的梧桐树猛轰，他的表情逐渐变态。江一彤不断对着丧坤群射箭，李继阳也不停的开炮。继阳，你让开点，让我来操作一番。李继阳有些不情愿的放开了火箭筒，但他也清楚的知道，这种危机时刻一定要听有能力的人指挥，否则就会坏了大事。吉尔拿着火箭筒对着后面的坤坤群轰出一发，射出的瞬间复制了6份，16得9，瞬间9枚导弹飞了出去。我手都要射抽筋了，才射出30支箭，你就这一发，直接打出9枚炮弹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一连串的爆炸响起，炸出一大片的火光，无数的丧坤盒饭都掉了出来，可他们依旧穷追不舍。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摆脱这些坤坤，不然他们只会吸引更多的钱来，到时候就麻烦。吉尔偷偷拿出一个低音炮，打开女丧坤的声音后丢了出去，瞬间复制了4份。单身2年半的坤坤哪见过这种场面，急忙冲了过去。吉尔等人有惊无险的回到安全屋，这一仗所有人都累得不行，随后直接取出一顿满汉全席，犒劳一下他们所有人。要不是及时处理这变异梧桐树，那到时候生存下去的难度只会变得越来越大。随后吉尔偷偷取出了几百瓶雾气，利用空间异能让他们漂浮在身边。我们要赶紧开始修炼了，不然以后遇到的坤坤只会越来越强大。江一彤、大傻春都乖巧的拿起10几瓶雾气，就到一旁吸收去了。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李继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觉醒。继阳，
你现在刚开始吸收雾气，不宜过多，先吸收2瓶吧。吉儿，你瞧不起谁呢？给我多一点，我要吸10瓶。你不怕爆体而亡，你就拿去吸吧。我开玩笑的，2瓶就够了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修炼之中。吉尔还是一如既往的离谱，不到5秒就吸完一堆雾气。下一秒，他双眼猛地张开，绝对空间的范围扩大了1米，这个距离足以再度复制一次。1阶以内的，估计没有谁能挡得住这种程度的攻击了。就在这时，距离宿主5公里的地方出现一件变异物品——唐刀。吉尔使用监视器查看了那个位置，在一个大型的体育馆外，就插在门口上。不过，此刻体育馆内有2方人马正在对峙。其中一方是当初收购豪车的方建华，他正带领一伙人与另一伙人对峙。奇怪，按道理来说，目前就出现过2个变异物品，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物品的神奇之处的？小子，识相的话带着你人给老子滚，不然立马把你们打成筛子。就在这时，王天这边一个手持弓箭的女生走上前，你可以试试，看是你的花生米先打中我，还是我的弓箭先射穿你。我没听错吧？就你那原始武器，还要和我的手枪比？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，小姑娘？女生没有说话，对着不远处的墙壁猛地射出一箭，墙壁当场就被击裂。现在呢？我再给你们10秒钟，马上离开，不然你们所有人嘎！说罢，他抬起脚猛地一脚踩下，地板直接被震裂。卧槽，他竟然也是强化过的人。之所以知道强化，是因为他大哥太叔也是强化过的人。方建华不打算放弃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对讲机，把车开进来。身后传来一阵轰鸣之声，竟慢慢开出一辆坦克。看来太叔这次是势在必得了。给我开炮，炸嘎这群王八蛋！突然，对面领头的站出来，我们是隔离区的人，你们确定要和我们作对吗？听太叔说过隔离区的事情，是几个市联合建立的，里面完全军事化管理，难怪对方有强化的，原来是隔离区的人。就在方建华犹豫之时，突然一个手持弓箭的女孩对着唐刀射了一箭，箭矢上绑着一根细绳。请所有市民马上放下手中事情，立刻返回家中隔离，并且关好门窗。我是出现大量不明生物。突然，一个手持弓箭的女孩对着唐刀射了一箭，箭矢上绑着一根细绳，箭正好射到唐刀的边缘，猛地一拉就被拉了回来。继而接住唐刀，空间瞬间多了几10把。方建华等人走了过来，发现是老熟人，当初靠着他的豪车和黄金珠宝，自己可是赚了不少钱。原来是吉老板啊！现在唐刀已经到手，吉尔并不搭理他。我们回去吧。吉老板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吧。这刀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就这么随便就带走，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？江一彤抬起爆裂弓，对着方建华的坦克前就是一箭。方建华没料到吉尔身边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，但这次太叔给他下了死命令。他娘的，给老子轰他丫的！吉尔拿起手中的唐刀，那就试试你的威力如何吧。吉尔一个飞身对着坦克劈下，几10厘米厚的纯钢坦克竟瞬间被切开半。我的坦克，不愧是变异物品，如此锋利的刀，就算是钢铁堡垒，估计都能削下来。王天等人看到这一幕，也是心头一惊。这少年竟也是强化人，原以为他是个靠与人吃饭的软脚虾，没想到那么强。隔离区之所以派他们出来收集这些变异物品，就是防止落入为非作歹之人手中。难怪这么有力气，原来也是强化人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挡住子弹。看来今日你是铁了心用了。对，你现在把刀留下，我给你一个完整的睡姿。说罢，方建华等人便纷纷开枪，顿时整个体育馆外响起密集的枪声。吸了这个人才，若是能去隔离区，必将大有作为。下一秒，他就震惊地瞪大了双眼，所有射向吉尔的子弹竟诡异的全部悬浮在他周身，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。他是觉醒者。下一秒，吉尔轻轻挥动，悬浮在周身的子弹瞬间射出。方建华等人全部领了西瓜。解决完方建华后，慢慢看向王天。你们是如何知道物品会变异的？兄弟，我们是隔离区的人，这变异物品的神奇能力是隔离区的研究员发现的。吉尔缓缓点头，转身就要走。兄弟，等一下。怎么，你也要拦我？下一秒，王天身边的人一惊，因为他们已经见识过对方的实力。兄弟，要不你来我们隔离区吧，在隔离区有吃有住，总比你带着你的伙伴在外面流浪好，时刻都要警惕丧坤来袭，一天饿3顿好吧？他要是知道吉尔有一个安全屋，且有用不完的物资时，就不会出这样的话了。没兴趣。而此刻的李继阳不知何时已经拿出一只烤羊腿在啃起来。吉尔，我们走吧。王队长，我们就这么看着他们带走那把变异唐刀吗？你打得过他们吗？可队长，您当初可是签了生死状的，这任务要是失败了，我们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我知道，不用你小子提醒，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好浓的咖啡香味啊！妈，你闻到没？这个人既然有咖啡，就有吃的。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，可以求这个人分点给我们吃。我头都饿晕了，当然，他要是不给，我只好嘎了他。
李梦飞是李家继承人，平时都会带一把枪在身上。见二人走来，吉尔将安全屋的一面墙调成透明的。是他们。季阳，你认识他们？一个是我堂哥，一个是我大伯母，就是他们把我们一家人强行留在别墅，不然我爸妈……现在不就正是你复仇的时候？当看到李继阳在里面的时候，李继阳，你个混蛋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西郊根本没有隔离区，所以你才坚持要留下来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是你害嘎了爷爷奶奶和我爸，我要嘎了你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要团结互助，同生共死。结果你这混蛋自私自利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跳入火坑而不管不顾，你特么是人吗？你们有把我们当一家人吗？为了让我们把物资带来，还把地道的入口给堵死了，这就是你说的一家人？那不是怕你们不把物资带来吗？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能在隔离区有话语权，都是为了李家好。所以你们的话语权是可以用我们一家命来换的。你要还是李家人，就把门打开，让我和我妈进来吃点东西。只要你放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原谅你了。你们的原谅，我在乎吗？见李继阳不为所动，李梦飞当即转移了思路。李继阳，你个懦夫，只会躲在这龟壳一样的屋子里，有本事你开门呀！我们像个男人一样单挑。吉尔，这小子太烦人了，让我出去解决他。随后基地大门打开，请所有市民马上放下手中事情，立刻返回家中隔离，并且关好门窗。我是出现大量不明生物。之所以敢叫出来单挑，是因为之前路过那棵变异梧桐树，看到地上的果子饿得受不了，他就捡了一些吃，却无意间发现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强化。李继阳微微一笑，他可是吸收过高纯度雾气，身体强化程度不知道比李梦飞高多少。他用出他的祖传秘籍坤坤拳，对着李梦飞的拳头迎了上去，拳头对撞在一起后，继阳，我该嘎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你这种人不可能会认错的，你只是怕嘎而已。吉尔，我已经把他们都解决好了。继阳，你已经学会末日生存最重要的东西了。李继阳一脸好奇地看着吉尔。末日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杀伐果断不胜。恭喜宿主成功收集到2件变异物品，系统开放新功能，宿主可复制他人觉醒的异能。卧槽，连别人的异能也可以复制？当然，只要宿主不断升级，复制的种类和上限会不断提高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本系统复制不了。那我可不可以复制一个新的男性？可以，但目前不行，请宿主不断收集变异物品，开发系统新功能。那我要怎么复制他人异能？需要握住对方的手10秒钟即可。这女的倒还好，要是男的会不会出事呀？包子，我可以牵一下你的手吗？可以，吉尔哥哥。很快10秒钟过去了，吉尔松开了手，江一彤红着脸，眼中还有些意犹未尽。谢谢你，包子。然后他顶着比猴子屁股还红的脸走开了，正巧与端着一杯咖啡的李继阳擦肩而过。一彤姐，你脸怎么了？烫到了吗？江一彤立马一脸冰霜。复制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预判异能。接着，吉尔好像看到了什么，微微侧身，下一秒，李继阳摔倒在地。咋地？我今天是打扰他俩了吗？随后他握住大傻春的爪子，10秒钟后，恭喜宿主成功复制钢铁强化异能。这也太逆天了吧！晚饭过后，他们又开始吸收雾气进行修炼。这次在吸收几百瓶雾气之后，身体还是没变化，看来越到后面越难。突然，江一彤周身围绕着一股气旋，隐隐还能看到一股能量。包子这是又要觉醒？下一秒，一对彩色的翅膀竟从他后背慢慢伸展开来。觉醒异能天使之翅，除了可获得飞行的能力外，随着异能不断强化，翅膀上的羽毛可以射出千里之外也能取人首级。吉尔哥哥，我好像又觉醒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比较独特的双异能者，来包子，我们握个手庆祝一下。握手庆祝吗？10秒过后，吉尔背后也长出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翅膀。李继阳看着他们2个不停的觉醒异能，心中泛起一阵凄凉感。他看了眼大傻春，还好你没觉醒第2个异能。下一秒，大傻春突然大喊，同样是一道气旋在周围。不是吧？大傻春你也要觉醒了？我他妈真是狗都不如。不错不错，你们觉醒的越多越好，我统统给你们复制过来。大傻春觉醒异能形态控制，此异能可随意改变身体任意部位形态。不错呀，大傻春你也觉醒第2个异能了，来握个手庆祝庆祝。大傻春乖巧地伸出爪子，下一秒他的爪子被一道白光包裹，待白光散去之后，他的爪子竟变成了一只手。我操，那这样的话，你是不是能变成人形？下一秒，他全身被一团白光包裹，白光散去，一个和吉尔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。我操，还真可以。变成吉尔的大傻春不会人话，便狗叫了2声，看着自己在狗叫，总感觉怪怪的，便让大傻春恢复原样了。看着有些失落的李继阳，没事的，继阳，包子一开始也是这样，迟迟没有觉醒，搞不好你也是双异能觉醒者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而此刻，江同市的某个水库的表面正不停地冒着泡泡，就像是烧开了一样。下一刻，一只巨大的手突然从水面伸出来，
而此刻，江同市的某个水库的表面正不停地冒着泡泡，就像是烧开了一样。下一刻，一只巨大的手突然从水面伸出来，接着一个高大10几米的丧尸从水里慢慢走出。突然，他锁定了一个方向，便朝着那个方向走去。龙哥，梧桐树被人毁了。说话的人正是之前在高楼之上偷偷观察吉尔的那个人。龙哥身后瞬间凝练出一根冰刺，猛地刺烂地板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们把梧桐树炸烂了。我们以后再也吃不到梧桐果了。知道他们在哪吗？知道，龙哥，我已经把他们的位置摸清了，就在郊外的一间破仓库里面。妈的，狗东西，炸了老子的梧桐树，老子要你嘎！龙哥，那几个人好像都是强化过的，不好对付。一根冰刺贴着大马猴的身边飞过，吓得他当场坐了下来。再厉害能有老子厉害吗？老子随便几根冰刺就能射嘎他们。走，哪里来的野狗？乱叫什么？龙哥，就是他们，我亲眼看见他们把梧桐树炸毁了，特别是戴帽子那小子炸得最快了。听到大马猴的话，知道他们都吃过梧桐果，说不定还有觉醒异能的人，又有新异能可以复制了。混蛋玩意，炸老子梧桐树，去嘎吧！龙哥三话不说，直接对着吉尔射出一根冰刺。是冰属性异能，之前还担心对面觉醒的和自己的异能重复了呢。射来的冰刺瞬间碎成一堆冰渣。龙哥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们很厉害。龙哥一把大滴滴甩在大马猴脸上。而且只用了1成功力而已。是，龙哥威武，龙哥厉害，我永远是你的小迷弟。小子，老子这根大冰刺你接不接得住？龙哥大吼一声，一根1米粗的冰刺从他面前慢慢凝练而成。凝练完成后，他抱着这根大冰刺，去死吧，混蛋！你们去对付其他人，这个大冰柱子交给我。吉尔将手掌迎着冰柱就劈了上去。突然，他感觉到不对劲。抬头一看，才发现吉尔已经接近眼前了。他手往上一挥，一个巨大的冰刺拔地而起，直接挡住了吉尔的退路。这人明显比之前那个火系觉醒者要强盛不少，看来是吃了不少梧桐果，一阶的实力已经比较稳固了。吉尔刚晃神一挥，其余方面也升起来冰刺，直接将其围住。混蛋玩意，这回看你往哪躲！紧接着，龙哥抱着一根大冰刺从天而降。吉尔微微一笑，瞬间浑身钢铁化，下一秒一个巨大的拳头飞了出去。停，我错了哥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龙哥满脸疑惑的伸出手，有些不明所以。只要你不嘎我，我小龙愿意从了你。10秒过后，死基佬，你西瓜去吧。突然，地面一阵颤抖，好像有什么庞然大物朝这边走来。江一彤变换出天使之翅，挥舞着翅膀飞到空中。吉尔哥哥那边来了一群丧鲲，还有好几只几十米的巨型鲲鲲，马上就要到我们这边了。包子，你快下来把大傻春抱上去。江一彤立马朝着大傻春飞了过去。季阳，你还看什么？还不赶紧过来！李继阳狂跑到吉尔身边，吉尔也变换出天使之翅，抱着李继阳飞上半空。我们能怎么办？赶紧跑！他们转身就跑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鲲巢已经来了。他们看到活人，立马发了狂似的冲了上去。这些巨型丧鲲竟是2阶，在感受到他们散发出的气息后，吉尔更加震惊。难道又有变异植物出现？不应该啊，系统也没提醒姐姐。